最强主宰巅峰虽然是各大诸天中的顶尖强者，可却并非是修炼者的尽头，在主宰之上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神奇境。神奇境想都不敢想，因为神指境乃是大咒中的最高境界。若是成功踏入这境界者的话，并能够从人类的修为巅峰得到一个全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便是一种有史以来最大的蜕变，那才是真正的跻身挤入整个大咒的神奇位列。如此可褪去人类的人性和皮囊，拥有神性的一位神奇。此时震撼了一会儿后，他们的目光再度投向这座神吞化界阵，更能够看出这座结界的雄伟与磅礴，当即忍不住的心中有些庆幸，若非是此前萧炎窥出神吞化界阵的结界破绽，并且最终三人激战先天神族的最强三大古圣，恐怕今日别说晋升最强主宰巅峰，说不得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逃不出去。而此时神吞化界阵内有着无数道欢呼之声响起，一道道人影对着9人弯身行礼，其中特别是对萧炎、灵动木尘三人充满着敬畏之色，即便是一些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也是对着他们三人郑重的感谢弯身，眼神中带着一抹敬畏之色。因为萧炎、灵动木尘三人踏入最强主宰巅峰后，他们这些顶尖强者更加的明白，眼前这9人之中就属萧炎、灵动木尘最厉害。虽然同处于同等层次的境界，但是他们知晓萧炎三人远比他们强大太多了。武费和紫翼晴等顶尖强者也是对其恭敬一礼，然后目光便是不约而同地投向了神吞化界阵核心区域的深处，那里有着一道黑洞。随着如今实力的大涨，他们也终于是能够窥破那道黑洞。黑洞之中浩瀚的强大能量源源不断地在其中翻滚，应该就是神吞化界阵的重要之物了。将其破坏的话，便能够让这道神吞化界阵彻底的崩溃。而萧炎、灵动木尘三人也望着那道黑洞，终于是成功的击败了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如今的实力又是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这比此前最强主宰后期比起来，足足强大了数十倍不止。现在他们要是再一对一战最强古圣的话，3招之内便能够可以把这些最强古圣击败。对于萧炎、灵动木尘来说，实力达到最强主宰巅峰的蜕变，可不是一位寻常同境界的顶尖强者能够比较的。现在的他们3人在主宰之中，任何一人都不是其对手，甚至是对面准神强者都是能够轻松对抗了。萧炎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微微出神，刚来到天元界的时候还只是大主宰，如今他们居然也是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这一步，达到了主宰之路的巅峰。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对抗准神也不算什么难事，不过要对面一位真正超脱主宰，纳入神列中的一位神奇，那自然还是远远不过的。就算底牌进出，也无法从主宰境与神指境之间进行弥补。虽然距离最强主宰大圆满都还有些距离，但是假以时日便能够达到大圆满的高度。这天元界不愧是第2等级世界之首的大界，其中的修炼资源如此的丰富，神纪元世界可不是天人界和天星界可比的。难怪当时的天人界想方设法的想要成为3大世界的首位，原来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可以供给天元界中的修炼者提升修为实力。然后萧炎的身躯腾空而起，手掌心处的绚丽火焰直接浮现，最后被萧炎那精准的控制之下，绚丽火焰化成了一朵火莲。在萧炎那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情况之下，火莲直接爆射而去，散发着恐怖的毁灭力量。很快火莲便是掠进了黑洞之中，然后萧炎的拳头微微一握，火莲瞬间爆炸而起，巨大的爆炸之声响彻天地，恐怖的毁灭力量直接摧枯拉朽般的对着黑洞吞噬燃烧。然后在众人那震惊的眼神之中，那道黑洞在片刻之间就被萧炎的火莲给彻底的炸毁。随着神吞化界阵最核心之物毁灭之后，整个大阵的结界开始有着1道2道的裂纹，片刻之后，结界之上的裂纹更是有着数百道、数千道裂纹，伴随着碎裂的声音，结界开始化为星光点点，开始飘落而下，最终消失在空中，终于破了神吞化界阵的结界了。萧炎转身望着下方各大诸天的无数人马，声音不是很大，但可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朵中。诸位，神吞化界阵已经被破，祖气之脉的洗礼也享受完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做正事了。所有人的神情都是一凛，眼神中饱含着肃然之色。所谓的正事，自然便是那10道祖气主脉。若是能够将这10道祖气主脉引入10天之中，那么接下来天元界的10大天域都将会因此受益，这是创造大事的最佳机会，将会是对10大天域造成深远的影响。未来不知道多少天骄会因此而彻底的崛起，整个天元界将会诞生出非常多的顶尖强者，这无疑是对天元界来说是一件巨大的好事。谁又能断定在这其中不能诞出一个主宰巅峰、准神强者，又或者是一个神奇呢？只要出了一个神奇，那么诸天的最顶尖力量就会得到飞快的增强，那才是对抗先天神族最有用的力量。不然的话，在那种级别的对抗中，神奇之下皆为炮灰蝼蚁，就算是主宰巅峰的力量也不行，包括准神，因为神奇的力量乃是纳入大咒那玄奥无比的神列之中，那是超越了人类的巅峰修为，那是一种蜕变，从人成神的一种质变。所以一旦成神，便可拥有大咒神列中的神之力量，无人能敌。主宰或者准神在神奇面前皆是不入眼的蝼蚁而已。此时对着神吞化界阵结界的消失，各大诸天的队伍人马全部集齐古元天的最核心之地。在萧炎的注视之下，很多队伍人马都是踏空而来，
混元天、乾坤天、万寿天、五行天、苍玄天以及其他5大天域的队伍人马全部出现。这些队伍人马虽然其中有着顶尖强者，却并没有任何的傲气，并且对着萧炎、林动、沐尘3人颇为的客气，显露出了一份尊重。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毕竟他们3位才是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从某种意义而言，算是直接救了他们各大诸天的所有人。所以有着诸多强者面对现在的萧炎、林动、沐尘3人时，都是极为的感谢和恭敬。不过其中也有着此前瞧不起萧炎、林动、沐尘3人的人马，此时他们这些人一对狭长眼眸倒是格外的复杂起来。要知晓，在刚见面的时候，这些人的实力可都比萧炎、林动、沐尘强大数倍之多。可现在有谁能想得到，这部显山不露水的3位年轻人，才是真正隐藏起来的大巨鳄，而且还是来自下等级世界的传奇人物。到了第2等级世界中嘛，同样保持着那惊人的强大实力。萧炎总指挥、林动队长、沐尘队长，你们3人的实力，我李某真是佩服。要是我的话，恐怕如今也不是你们3位的对手了。一道洪亮的声音自不远处传来，而此人正是混元天年轻一辈中的最强第1人，天渊域的李颖队长。如今就连如此顶尖强者都在萧炎、林动、沐尘3人面前低头，也就说明了，如今他们3人的实力早已远超这位混元天的最强第1人。李颖兄，你的实力依旧令我们佩服，年纪轻轻就如此修为，我们3人有目共睹啊。萧炎则是微笑地望着不远处的李颖，不过后者身上似乎有着明显的伤势，而且都是非常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不过在李颖身后的那队伍之后，萧炎的神色有些微微变化。李颖看到萧炎的神色，似是知晓他心中的想法，然后微笑道：萧炎兄，我身后的是隐世5大强族之首的暗天族，此前我的确与他们有过一场激战，暗令兄的实力让我打开眼界，同时让我认为他是我最佳对手。随着先天神族最强古圣的落败，我便相劝暗天族识时务，毕竟寡不敌众，实力再强大又如何？所以在我们相劝之下，已经从敌人变成了朋友。今后他们暗天族以及联合我们各大诸天队伍，一起抵御先天神族。闻言，萧炎的神色才微微放松下来，能够将堪比天渊域的顶尖势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对敌，的确是一件好事。既然如此，萧炎也并没有多说什么，便是从那戒之中拿出了2颗仙品丹药，给了李颖和暗令。毕竟这2人的对战中也受了不少的伤，如今虽然击败了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最后还让其逃走了一位古圣之首的泰弥，萧炎心中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结束，所以有着如此顶尖队伍的联合，自然是不会拒绝。这是仙品疗伤丹，你们服下之后，运转体内的元气，片刻之后便可发挥药效，能够愈合恢复你们身上的伤势。萧炎看着满身是血的2人说道。李颖和暗令接过萧炎手中的丹药，便是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便是点点头服下丹药，然后按照萧炎所说，催动元气之后，体内的那颗丹药药力立马发挥了作用。在肉眼看得见的情况下，这些伤口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愈合，这简直就是不敢置信啊！这竟然修复伤口的速度如此之快！李颖和暗令都是同时惊呼出声。看样子萧炎给的仙品丹药属于高阶的，难怪有着如此的药效，令得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顶尖强者的伤口都是愈合的那么快。大约花了半小时的时间，他们2人的伤势也是恢复的8、9成了。在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体内传来的磅礴元气，似乎比起之前更加的强上一丝。看来萧炎给的仙品丹药之中的还有着让一些主宰强者恢复伤势之后能够提升一丝强悍元气。多谢萧炎兄！李颖和暗令立马对着萧炎拱手感谢道。没想到萧炎兄不仅实力强大不说，竟然还是一位药仙，你的身上似乎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都是羡慕啊！李颖对着萧炎的天赋展现，真是越来越拉开差距了。实力修为上先不说，现在萧炎又给展示了他的仙品炼药术，这简直就是给他们这些顶尖强者火上浇油了一把。不得不说，萧炎的天赋与强大早已经超越了这些天元界无数的天之骄子。经过片刻的交流之后，李颖将之前暗天族与先天神族的一些相关信息给讲述了一遍。他们听完李颖的讲述之后，萧炎、林动、沐尘以及其他顶尖强者都是露出一丝凝重之色。原来各大诸天域的大尊都被先天神族给算计了，将他们全部封锁在古元天的一个特殊空间中，因为这个特殊空间中有着一股特殊的能量，能够暂时削弱大尊这些准神境实力的强者。而最后王无天的出现，将这些大尊的准神元气全部吸收炼化，让自己强行去冲击神指境。这先天神族还真是可怕，竟然能够利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他们的那计划。不过既然如今各大诸天的队伍人马都已经集齐在古元天的核心之地，而且每一支的领头人都碰了头，那么接下来就是一阵激烈的商讨，如何分配这10道祖气主脉了。萧炎、林动、沐尘3人倒是未曾参与进去，只是静等着其他领头人的商议结果。如此将近约莫1个小时之后，李颖武、废子一情以及乾坤天、万寿天、五行天、苍玄天和其他5个天域的领头人方才吐了一口气，结束了长达小时的争议。而最后的结果就是由混元天独占最为雄厚的第一脉。本来想要给苍玄天的，但是苍玄天的领头人林飞说，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功劳，所以还是将最雄厚的第一脉给让了出来。毕竟
他们苍玄天与混天元的差距实在太大，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中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的满足了。然后第二脉则是由乾坤天获得，第三脉是由万寿天获得，第四脉是由五行天获得，第五脉是由苍玄天获得，而最后剩下第六脉到第10脉，则是由其他5个天域获得瓜分。虽然其他5个天域的队伍是前5大天域混元天、乾坤天、万寿天、五行天、苍玄天中的一些强大势力或者是顶尖势力统治，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不过这对于天元界来说，无疑是一个提升气运鼎盛的最佳时机。不过很显然，混元天是最大的赢家。不过其他天域也无法对此有任何的异议，毕竟李颖乃是年轻一辈中的最强第一人，同时也代表着混元天，而他的战绩几乎是最强大的。虽然萧炎灵动木尘所带领的队伍一起闯关进入到最核心之地，但是最终关于10道祖气主脉的分配，他们不参与，毕竟这是关于天元界未来各大诸天域的气运。但不管如何，这个结果都是相对比较好的。在他们所知道的情报中，以往的古元天之争，前几条主脉几乎都是由的那杆的圣族独占，余下的5脉才算是各大诸天域的。而这一次的诸天气运之争，圣族的前身先天神族谋划更狠，竟然是打算一条都不留给各大诸天。可谁知道，最终反而将他们自己给坑了进去，而且还牺牲了许多古圣以及那2位最强古圣。虽然最后逃了泰米古圣，不过这个结果各大诸天的队伍人马都是感到很满意，毕竟他们最开始的目标放得很低。当然众人也是明白，这一次祖气主脉的瓜分上，更多的还是看在萧炎灵动木尘的面子上，毕竟这3位是这一场诸天气运之争中的最重要人物，如果没有他们3位最后的出手呢，他们这些天域根本就不可能会赢取最终的胜利。因为各大天域的联手到现在基本算是结束，而为了争夺主脉的份额，并不乏一些内战的爆发。然而这一次原本会爆发的冲突，因为有萧炎灵动木尘3人的存在，反而是变得极为的和平公正了。当萧炎灵动木尘3人知晓这样的结果时，也是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他们决定的分配。萧炎仰起了头来，注视着古元天核心之地那10道祖气主脉，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那紧绷的肩膀终于是在此时变得放松下来。到了这一步，此次的古元天之争就算是真正的落幕了。而对于这个结果，他其实同样也是抱着极大的意外，包括灵动木尘也是如此。但不管如何，他们3人成功的做到了。接下来只要在古元天中找到神灵之物，在自己体内种下神蛊，他们就能够有了成神的资格。不然在那日后，尽管再获得如此多的修炼资源和机会，都无法冲击主宰之上的那神之领域。与此同时，古元天的一处特殊的空间如混沌，没有天地之分，那深邃的虚空之中有着几10道身影，其中诸多的身影气息极度微靡，不过还有着生命气息，只是气息非常之弱。在这些身影极为虚弱的周边，还有着几10道气势强横的身影，若隐若现。从气息可以感觉出，这每一个的身影竟然都是一位最强主宰巅峰。而在那虚空的最深处，还有着一道伟岸的气息偶尔的浮现，那直接是引得整个空间都是在微微的颤抖起阿里。那是神的气息，是超越准神的真正神奇，恐怕已经是一位第3序列神。这些人正是先天神族中的其他古圣，而那些气息极度微靡的，乃是各大诸天域中的大尊。我终于成功冲击神指境，纳入神列之中了。如今的我可是一位神。此时，一道诡异的声音从虚空最深处传了出来。随着这道大笑声传入他们耳朵的时候，这些实力已经是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身躯都不自觉地开始颤抖起来。显然，那股气息是来自一位神的威压，神的力量可不是这些主宰巅峰强者能够抵抗的。恭喜王无天成为神奇，你如今已经超越我们先天神族的古圣级别，正式晋升为第3神。此时诸多古圣对那道身影拱手笑意，似乎他们也正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这就是神性吗？果然与人性大不相同。在我的精神里，只有神圣的力量。比起准神，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一位神。虚空最深处的那道身影缓缓地走出，那道身影便是映入这些古圣的眼帘中。这道身影正是以一人之力击败了一道隐世顶尖势力的王无天，他终于成神了。第3神，这些大尊怎么处理？看到王无天的身影，其中一位古圣则是拱手问道。王无天则是转头看了看倒在地上的这些大尊，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森然道：让他们自生自灭吧，我要让他们感到绝望，轻易杀死他们太便宜他们了。是。古圣则是立刻回应道。此时各大诸天的大尊基本上都是奄奄一息，其中在大尊级别中，实力前5的万祖大尊、血海大尊、紫霄大尊、武神大尊以及专竹大尊都是无一幸免，因为他们的准神元气皆是被王无天抽空，一点都没有留。以现在的状态，这些大尊连至尊境的强者都能够将其击杀，犹如捏死一只蚂蚁那般轻而易举。现在外面有什么情况没有？王无天站在诸多古圣的面前，那双神圣的眼眸望着他们，看到王无天那目光投来，这些古圣的身躯不自觉地为之一颤，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犹如是一位神在扫视他的子民一般。其中一位古圣刚想说话，忽然他们的头顶处出现了一道黑洞漩涡，然后一道狼狈的身影
则是从中爆射而出，在诸多古圣那难以置信的目光中，看清楚了这道狼狈身影的模样，惊呼道：“泰弥！”他们实在不敢相信，在他们这些古圣之中，泰弥的实力最强，也是古圣之首。而现在，他们竟然看到泰弥身受重伤，这些伤势还不是普通的。泰弥强忍着身上传来的剧痛和虚弱感，首先目光没有看向这些古圣，而是第一时间望着眼前的王无天以及那些倒地奄奄一息的大尊，则是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成功了！泰弥那重伤沙哑之声便是自喉咙处发出。王无天则是淡淡的看了一下泰弥古圣，语气平淡的道：“确实成功了，你们先天神族还真是厉害，竟然能够想到这方法，让我成功冲击神指境。不过这么厉害的先天神族，你身为最强古圣，怎么还受了如此的重伤？”闻言，泰弥古圣的眼神发出异样的色彩，以及身后的那些古圣，似乎王无天所说的话有些令人费解。但是泰弥古圣是何等人物，心性自然高于常人，没有平常别人与他这么说话，早已经陨落。不过今日事与愿违，不仅他自己身受重伤，而且王无天如今也已经成功纳入神列，成为第3序列神。这等神之境界的实力，早已经将他们古圣级别的人物远远的甩了不知几条街了，或者用一句话说，就是人与神的区别。所以尽管王无天这样说，他还是依旧忍着心中的复杂情绪，对着王无天轻轻地说道：“刚刚我与南明、金雷一起对抗炎帝、五祖、木主3人，但是对方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了，最后金雷陨落，南明虽然留了一口气，现在恐怕也已经死在他们的手中了。”讲到这里，泰弥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有些伤感。只有我拼了命的成功逃了出来，不然的话，我也会死在他们手里了。身后的那些古圣实力，好歹也是最强主宰巅峰，他们知晓泰弥、南明、金雷这3位古圣的实力，他们3位在先天神族之中都是顶尖强者，也是最强的3大古圣。按照泰弥的话，那3位击败他们的炎帝、五祖、木主究竟是何等的强大恐怖？泰弥、南明和金雷都死了，此事我们一定为他们报仇啊！这时候有几位古圣则是拍拍胸脯，脸上挂满着愤怒之色，恨不得现在就杀了萧炎、林动、沐尘。这仇肯定是要报的，只不过对方的实力太过强大，就算我们古圣强者全出，也不是他们3人的对手，就连我准神境实力也无法击败那可恨的炎帝。泰弥古圣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很明显的变得异常的低沉，那肃杀之意弥漫全身。真是该死，这炎帝真的那么厉害吗？就连准神力量都不是其对手。另一位古圣有些难以置信，据他们所知，这位炎帝的实力修为还只是最强主宰后期而已，为何能够战胜准神实力的泰弥？这炎帝最厉害的是他身上的火焰，本座与他对抗数多回合，还是败在了炎帝的那一招毁灭炎神手中。此招不仅有着毁灭的火焰之力，还有着一丝可以对抗准神之力的特殊力量，才导致自己落败，最后只能逃离。泰弥古圣回想起萧炎当时的那道毁灭炎神攻势时，心中自然而然的会升起一抹难以忘怀的震撼之感。这炎帝如此强大，恐怕无人是其对手，就连泰弥你都失败，如今只有……话虽然还没说完，但是这里的所有古圣的目光都是看着王无天，似是已经告知了答案。看着如此多的眼神向自己投来，王无天则是微微笑道：“怎么是想让我出马帮你们对付这位炎帝？”听着王无天的话，诸多古圣的心中有些怒意，显然有些古圣脾气不好的都想要站出来争论了，不过暂时被泰弥一个眼神给阻止了，只能强忍心中的不满。这家伙难道是想要过河拆桥？泰弥则是看着王无天，声音低沉的说道：“王无天，这一次没办法，必须要你出手了。那炎帝的实力，就算是本座倾尽全力，也无法将其击败。无神的计划只差这最后一步，一旦完成，你可自由，也可以继续做我们先天神族的第3神。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如今我的实力已经超脱主宰之上，拥有着神性，是真正的神，而你还只是准神而已。换句话说，你现在只是半人半神而已。我要不要答应是我的事情，而且你也没有实力可以阻止我的行动。”听着王无天这样的话，不仅是身后的那些古圣不能忍，就连泰弥古圣也忍不下去了。这家伙摆明就是拿了别人的好处，不给人办事。你是想要违抗先天神的命令？泰弥古圣的声音变得有些诡异起来，这让那的王无天有所察觉。难道这泰弥还有实力与自己对抗？想拿先天神震慑我，而且先天神又不在这里。如果我将你们击杀了，最后把这个事情嫁祸给炎帝他们的话，那么我就高枕无忧了。王无天已然做了决定，他不想日后听命于人，毕竟如今的实力可以在天元界横着走，能够对抗他的也为数不多。曾经他想要击败各大诸天域的大尊为目标，而现在他也做到了。所有的大尊准神元气皆是被他吸收干净，没有了任何抵抗的实力，以至于成功成神。而达到了神奇境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野心变得更加大了，他的目标也与先天神一样，冲击第1序列神。
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之神。我早就知道你会谋反，所以……太弥古圣那脸上的诡异面容越来越明显起来。王无天看见太弥古圣脸上的诡异之色，似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所以什么？王无天有些疑惑地问道。太弥古圣便不再卖关子，下一秒便是说了出来。当时与你合作的时候，我便会想到有今日的情况，为了以防万一，我便将我们先天神族的心魔种子注入你的体内，恐怕如今已经在你的体内扎根了。就算你成为第三神，也无法将其逼出，毕竟那心魔种子可是先天神所炼制。说完，太弥古圣的脸上笑容愈发的明显。无神的计划必须完成，所以太弥古圣的每一步必须精密，不然出了差池，那么他们先天神族就无望恢复鼎盛时期，先天神就没有机会冲击第一序列神，成为天元界的最强之神了。什么？在我体内种下心魔种子，真是该死！王无天一听，自己体内有着先天神所炼制的心魔种子，心中那一股肃杀之意顿时弥漫着整个空间。诸多古圣的脸色猛然一变，不过也是催动自身的强大元气，准备与王无天一战。这家伙竟然还想将他们击杀，真是比他们先天神族还要狠。